最近大家常说穷到要吃土了，但是我手里面有一台飞机呢，它也是这样想的，它也吃土了。玉山 C 玉山经典版，它曾经是在工地上面干苦力的啊，不曾想有朝一日坠落在工地上起不来了。这个兄弟要用这个飞机到工地上面去巡查嘛，然后有一天他在巡查的时候呢，可能前方有一根电线还是什么，虽然他带避障，但是这个电线它是避不过去的。所以就撞上去，直接就坠落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兄弟就好奇了啊，这个避障它不是全向避障吗？为什么这些电线这些不能避呢？那个电线要分粗细啊，如果说那些很细的电线呢，它是没法避的。飞机的速度如果说太快了，它也避不了，因为刹不住车。如果你开的是 S 档啊，也是避不了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问题。现在开机了，但是目前还没反应。好，反应来了，开机音乐有了，所有机臂灯都不亮啊，看到没有？所有机臂灯都不亮。然后我按对屏，也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核心板已经挂掉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问题不好说。刚刚隐隐约约听到有对焦的声音，咔吱一声。客户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这个机器的话呢，他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检测过，说是这镜头芯呢是好的，核心板是坏的，当时只是检测了，但是并没有维修。我这里也没有这个玉山 C 的板子来测试啊，我就当他说的话是真的。按照正常流程啊，我肯定是要先把它这个镜头芯安到一个好的飞机上面，先去测试比较值钱的配件，先判断一下它的好坏，然后再对它进行维修。而且客户也说这个镜头芯是好的，那我就相信它就是好的。直接拆开啊！好，这个云台拆下来了啊，看了一下这个云台，其实看着还好啊。这个减震这里烂掉了，信号线这里脱落了啊，这个先放一边去。这个中框这个位置是已经变形了啊，直接从这个变形的位置开始撬开。散热风扇这里已经变形了，这边螺丝滑丝了，这边有个螺丝柱好像还断掉了，天哪，有点严重啊。GPS 板呢，很明显也已经变形了啊，包括这个屏蔽罩子被撞的凹下去了，这个位置。这个视觉外观还好啊，看着有点脏，这个地方有一个撞击的痕迹，应该是没问题啊，先放一边。这里已经断了一个角去了，这个地方断掉了啊，这个螺丝孔。不过这个位置应该是接地的，问题不大。拆一下散热板，指南针没了，掉了，应该是掉了。可能是拆装的时候掉了。修这种严重物理损伤的机器啊，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看外观。这里有个螺丝孔，这里也是断掉的啊，应该也问题不大。然后先看一下这个板体啊，整体板体其实是有变形的，看到没有啊？虽然弯的还好啊，没有说弯的特别狠。另外一边啊，这边就是直的，这边没有变形。风扇接口这里也已经烂掉了，用镊子一挑都会动了。这边应该是掉了很多小零件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元件，还耷拉一只脚在这里，这里都有掉件啊。座子还好，再就是有一个变形啊，屏蔽罩子也揭开来看一看啊，一个一个的揭开。像修这种问题啊，这种物理损伤的问题，一定要把流程搞清楚啊。重点就是修这种问题，重点是要看外观，而不是说上来就查电路、测对地阻值、去测电压，是吧？这个很明显就是错的。还好啊，并没有裂开，看着还挺干净。CPU 和智库啊也还好啊，没有问题，并且也没有被修过。反面主要是看 CPU 智库啊，相机智库倒问题不大啊，坏了都可以单换都可以。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遇到好多那种智库芯片被摔裂开的。CPU 没事啊，反而是智库芯片被摔到裂了。像这种主 CPU 的智库裂了之后，这个机器就报废了。刚好这个主智库好像离那个变形的地方还比较近呢，好像问题不大啊。但是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啊。这底下是个电容啊，这个电容好像被烧焦了耶。刚好这个屏蔽罩子是凹下来的，恰好也是这个位置，你看这个位置是有变形的，这里也变形了，这个电容已经被烧焦了啊，很明显的有这个被烧的痕迹。别的地方看着还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这些所有外观有问题的地方
先处理一遍。有烧焦的位置，这个屏蔽罩子啊撞的凹下来，刚好把两只脚啊搭到一起，短路了。把这个屏蔽罩子啊把它挑开一点。我还没铲呢，这个电容就掉下来了。这个位置，这一颗电容已经掉下来了。这个焊盘上面好像还有被烧焦的痕迹。直接一抠，这个电容就已经掉下来了。好，我们先用这个洗板水啊，把这个烧掉的位置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啊，看着白白净净的，测一下看它有没有短路啊，这个非常关键啊。这个地方焊盘都掉了，如果只是这个电容本身问题，这个电容装不装都无所谓的啊。掉焊盘的这一面难道是接地吗？哎，居然两边都不接地啊！如果两边都不接地的电容啊，一般是耦合电容比较多一点，或者自举电容啊也有可能。如果像这种电容的话呢，就必须要装啊。待会看点位图，如果说发现它一端接地的，那就不理它了，只要它没短路，花时间处理这些掉小元件的地方。先把这些掉小元件的地方啊，先打焊油。那这些掉小元件的地方到底是掉的什么元件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一块一样的板去对比，但是很可惜啊，我手上没有的玉山 C 的板，但我有别的型号的板。这块玉山的板呢是前2期那个同行兄弟寄到我这边来修的，但是呢现在又联系不上人了，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了，又是失踪的状态了。先借他的板来用一下。玉山的板跟玉山 C 虽然说型号不一样，但是它这个电条板接口这个位置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啊。用这个板作为参考，看它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个小电杆加一个电阻，边上这个是一个电容，我们来测量一下啊。电阻的这个阻值多大啊？10K 电阻，看外观就知道是个电杆啊。这边还掉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容啊，一只脚接地啊。这个是一个电容。我刚刚本来想看点位图，它那个烧焦的位置到底是什么？不一样的板，但是大部分结构差不多啊。刚好这个烧焦的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跟这个板是一样的。看一下刚刚那个电容啊，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引脚接地的啊？这个就是普通的滤波电容了，一个引脚接地，完全没问题啊。这个电容可以不用装都可以，又省了我去看点位图的功夫啊。知道是什么元件了，那话不多说啊，废板上面去找那个相同的元件装上去就可以了。OK， 这个就是10K 电阻了。小元件一个一个的按照位置补上去啊，风速要开低一点，避免这些小元件吹走啊。好，等它的位置稍微固定了一下的时候呢，再把风速开高。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OK 啊，花了一点时间，这个小元件都补上了，然后再测量一下它这个阻值是不是对的啊。如果当这个板子还很烫的时候，你去测量这个电阻的阻值啊，肯定是不准的啊。所以的话，一般来说要等它冷却之后再去测试啊，才是准确的。再看一下这个电容啊，电容只要不短路就可以了。OK， 没问题啊。小元件都补完了啊，看一下开机电流啊，看一下，开机，看一下啊，这是触发，好，跑上去没有？500多，600多，500多，500多，不对呀，这个电流跑不上去啊。像这种电流啊，明显是对不了频的，看来还是有问题啊。刚刚烧掉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再给它清理啊，清理干净，再看清楚一点，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这个屏蔽罩这个下面有个电容不是炸掉了吗？然后我把这边全部清洗干净了，又找了很久啊，终于又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这个位置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
这颗电容炸掉，导致了这一边这个电阻也炸掉了吗？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这种导热硅脂嘛，导热硅脂一插，结果这个地方就有个电阻跟着导热硅脂就掉下来了，并且看那个电阻呢，好像也有一点被烧焦的痕迹。它刚好在智库旁边，不要告诉我智库烧掉了。如果说真的是智库烧掉的话，这个板就没得救了啊！掉的这个电阻啊，先给它补上去再说啊。玉山的板对比了一下啊，它这个电阻的位置一样的，它这个地方是一个0欧电阻，一坨锡直接干过去，把黑胶先处理一下，给它上点焊油，给它上点锡啊，再上点焊油啊。搞一小坨这个锡过来，不对啊，这个锡太大一坨了，再给它切小一点，太大坨了。好，搞一坨锡过来，然后温度稍微开高一点点，风速开低一点。然后我们再单板开机看一下。希望能跑上去啊，跑不上去的话就有点麻烦了。这个开机，好，触发，好，哎，跑上去了，这个电流就对了啊，跑到1安左右，可以了，关机，直接给它接上去，看一下能不能对频，电条板的排线就可以了，别的都不接，就看一下它有没有对频动作啊。开机音乐有了， GB 灯能不能亮？哎，亮了。GB 灯亮起来了啊，这个就对了啊，再对频，哎，奇怪，对不了频，这个故障我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大家还记得这一块玉山的板吧？前2期的时候修的，跟这一块的故障一样的，也是电流能跑上去，不能对频，难道它们坏的位置一样？重新开智奇看一下什么效果，还是不行。真的对不了频，跟上一块那个玉山的核心板的故障一样的。关机。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呢就先修到这里，我估计还得花点时间去修它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兄弟们等着。还是这台玉山 C 啊，上一期呢，修到稍微有点进展了吧，本来电流跑不起来，现在核心板的电流呢正常了，但是还是无法对频。那这个故障现象跟我前几期的有一期那个修玉山核心板的现象一样，那我想根据那一个方向去排查一下，看到底什么问题。好，我们还是拿下核心板啊，继续查问题。然后之前我说过的啊，它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属于按对频键没反应的一个问题，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往上捋。所以啊，话不多说啊，我们直接查这一块位置啊。我相信啊，这个相同的故障现象，它的故障范围应该也是在这块位置，但是不是像上回一样，这个双路开关管坏啊，那就不一定了。好，还是最基本的，查一遍。啊？缩小吗？缩小行吧，先缩小，缩小到能看到这个万用表就行吧。好，可以了，就这样子。先打一下周围所有电阻啊的对地阻值，看一下正不正常。个100，
这里是10K。100。哎，这里不对啊。这里有一个电阻居然没有阻值。画面放大，放到最大倍数。最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啊？这边呢有一个元器件，正常来说它应该是有100欧的阻值，是一个电阻，但是我怎么看它都不像是电阻啊，黄黄的，电阻应该是黑色的才对啊。然后我拿好板来对比一下啊。拿个正常的板对比一下，相同的位置。那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显然这个地方是一个电阻才对，但是你再看回这块板，这里明显不是电阻啊，它好像是一个电容。难道又是一个把电容当电阻的？因为这个客户他说只是给上一家检测过，并没修过啊，所以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这里确实啊，这里分明是一颗电阻，但是这个位置被装上了一颗电容。那话不多说啊，直接给它换成一个100欧的电阻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100欧的电阻啊，给它换掉。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子，我就摆拍一下就行了。啊好。摆拍一下，看一下这个风速、温度 ，OK。那温度不够，400多度吧。好，拆下来了啊。上点汗油啊，用烙铁拖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100欧的电阻给它换上去。
这个不拍进去。不用拍，我猜有什么好拍的？得拍上去吗？不用拍上去。我之前说过啊，像这种这么小的元器件就不要用镊子去夹，镊子上面沾点汗油，直接把它粘过来就行了。夹的话会夹飞啊。然后把它摆到相应的位置，这个时候呢，风枪的风速就要开小，风速一定要开小。然后再拿在这里装好之后，再放回去摆拍一下就可以了，没问题吧？嗯。因为在那里我眼睛看不到。摆了吗？摆了呀。风速开高一点。再开高一点。OK。等一下。算是正常的。OK， 换好了。哇，好，等这个板子冷却啊。画面缩小吧，可以缩小了。我那里我有一根线到哪里去了？一根黄色的小细线呢？
你帮我把那根捡起来吧。这个啊，对，捡起来吧。这是黄色的。哎，没有了，不用。然后等它冷却，然后就直接上机了。现在还太烫了，还不能上机，等一下吧，先聊会儿天吧。哎，进来，都搞定了啊。OK。你知道要拍宽几遍？对的，是不是耗时间？你自己说，给你耗不跳过耗时间？给你跳过，啊？给你跳过了。不可以跳过。好丝滑。哈，下一步，下一步。丝不丝滑？快下一步。没有，它烫啊，大哥。嗯。烫啊，等下开机烧掉了，算你的。你赔不？拿这个吹。哪个吹？这个。他妈的，这个越吹越烫。这个不有。没有冷风模式，只有热风。放下来又有冷风。好，我现在再给它装进去，搭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看能不能对频了啊。这下能修好吗？看运气吧。好，开机了啊！看 GB 灯应该亮了啊 ，GB 灯亮了。再按下对频键，看有没有反应。可以了哦，听到没有？跑马灯的声音，再来一遍。刚刚是刚开机啊，那已经在跑了 ，OK 啊，搞定了。但是呢，别高兴得太早。它除了核心板有问题之外，其他东西还不知道好坏，所以呢，我把其他配件简单的搭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你接着搭，我上厕所去。刚刚忘记了，它这个地方没有指南针，我这边拿了一个指南针过来啊，给它装上去就是这个玩意儿。看一下应该是怎么装，这样子，对。先拆一下。
这个感觉没装好。老公，你没地方吗？还没，都还在装呢。上个厕所这么快的吗你？拿个料要多快？靠，你没洗手的。啊？咻一下就落完了。难道是传说中的3秒男？啊？哎呀，怎么这样？等一下再装这个。哦，忘记装那条线了。算了，这个不用拍了，我直接说结果。装好了，哈，这个没什么好拍的，哎。接上屏幕了吗？什么没有接？没接啊。对，都还没到那一步呢。不对屏吗？对屏，我要把东西装起来再对啊。哦好，给你跳过。哦吼，操，这个地方忘记了，它这个地方烂掉了，我操！找时间给它装起来吧。只是开不了口，让你知道我对自己有多重要。
好，现在花了一点时间呢，随便搭了一下啊，先测试一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修。先把遥控打开啊，这个遥控开机超级慢，然后再把飞机打开。OK， 开机音乐啊，好，机臂灯亮起来了。云台我是已经接好了，但是它没有反应啊，照理来说应该要有反应。关键看图传啊，哎，图传有了。啊，给兄弟们看一下啊，现在图传是有了。但是貌似没有其他报错，就报了一个，他现在就报了一个云台异常，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报错了。对个焦，变个焦，试一下。但是不是说没有其他报错就代表它就没问题呢？啊，还真不一定，这个还得接下来再仔细再检查啊。先关机。再跟兄弟们说一次啊，像修这一类故障，啊，一定是要弄清楚主次，啊，有些兄弟呢上来看到这种机器上来二话不说，先把机臂换了，啊，先把云台电机换掉，啊，先把一些其他外围的什么壳什么东西换掉，然后换完之后发现傻了，核心板有问题，镜头芯也有问题，后来一查报价太贵，客户不修，又得拆掉，是吧？没必要。所以的话，修这一类故障的原则就是，一定先要确保核心板跟镜头芯的好坏，确保完之后啊，再去修外围其他的东西。报价也是一样啊，也是要先确保核心板跟镜头芯的好坏，再去加一下外围需要多少钱修。再去报价，这样才是对的。这不是多少钱？1500。刚刚呢只是简单的搭一下，现在呢还是要拆出来啊，因为并没有修完。稍等一下，我们可以先把云台给拆掉啊。这个时候可以先拆云台，这个机臂先不着急啊，机臂最后换都可以。
然后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减震这里出了问题啊，我们先把它拆掉。OK， 先把减震拆下来。其实它这几个轴看着还挺丝滑的，感觉应该问题不大。稍等一下，这一个减震。这个减震，拿一个减震装上去试一下，看什么效果。要搬它吗？不用。就先装2颗螺丝啊，试一下。然后再装到飞机上面去。
上去了。好，再试一下效果。喂，你好。哪里？店里现在有人吗？有。我是地图标注的客服，和您确定一下，你这个门店可以开通我的地图电话。哎，不对呀、怎么问题还更多了？我是动到哪里了吗？哦，我这 MU 的排线忘记插了，不好意思。我是说怎么问题还更多了？这个云台依旧是不行啊，还是有问题。关掉。等一下，看一下。你看你也要拆下来吗？对啊，拆下来看一眼，看一下是不是刚刚我把线弄松了吗？哦，对，线又松掉了，哎呀，有点尴尬啊，再接回去。这个线刚刚又松掉了，看来我这个搭的太随便了。好，这回确保它没松，然后再装进去。再来。
看云它在动了。云它在动，但是感觉它这个 Y 电机不太正常啊。Y 电机不太正常，能跟随，但是 Y 电机的功能不太行啊。你看，它不是说有力的那种，它跟另外2个轴比起来，它没有什么力。有可能这个 Y 电机本体损坏了啊。先关机。可以拍3级。啊。又臭又长。啊。是不是这么说？又臭又长。小白都嫌弃。小白都嫌弃。小白为什么会嫌弃？太长了。我们拆下来看一下。你带的徒弟会看吗？啊？你带的徒弟会看视频吗？应该会看吧。因为你考察下他们。不看的话扣他们工资了，你这。考察下他们。敢不看吗？去考察下他们。行，找机会考察。这样的话啊，我干脆把这个整个云台拆掉吧。1小时50分够不够修？够不够拍？拍3集。拍成电视连续剧。先暂停再开启。直接跳过吧。行，都无所谓。这个拆云台的步骤无所谓。又是哪一个位了？先暂停，先暂停。我这里有事。放上去吗？我操！那放这么上，我都没法干活了。复印一下就好了。啊？复印一下就好了。敷衍一下是吧？吹掉优越胶啊！
OK 啊，镜头新拆出来，继续拆。那插销你装好了吗？没有，拿去开模去了。拆那个头会怎么样？飞不起来。你想飞起来呀？飞不起来，现在。把那个头盔拆了。那个头拆了一半，到厂家去开模去了。来，放上一点好了。放上一点。你放太上，我没法操作，我都说了。你讲的。对啊，你调一下角度，你放的太上，我怎么操作啊？就这样了。你的眼神，你的表情，带我到终点。你的微笑，你的这个镜头给你跳过一大部分了，把镜头这里。对，拆装的过程，你快进嘛，快进也不耗时间啊。这跳过大部分了，快进也耗时间了。不耗时间。我还做后期啊。哎，原来是想偷懒。早说嘛，丢！早说你想偷懒嘛。啊？偷懒。不是想偷懒吗你？我听懂了，你就是想偷懒。OK， 刚刚呢是这个 Y 电机没有反应了，所以我现在直接把这个 Y 电机拆出来单独测一下，看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OK 啊，稍等一下，我拿个电机测试板过来。好，我们拿一个电机测试板啊，对这个 Y 电机单独进行测试啊，看一下什么效果。那个线呢？测一下，哎，这好像真的不太行了，这个电机。再来一次。检测确实是不通过啊，然后我把它拆下来，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只能拆了。
屏幕在闪了，牛牛，屏幕在闪。嗯。第三只手过来帮忙，不要捶我手，捶这里，近一点呢。不烫到我，靠，可以了。故意的，故意的，那个屌毛。我只是比如说搞个显微镜啊，拖一点。我们拆掉这个 Y 电极啊，然后再对这个 Y 电极单独进行测试啊。看一下什么效果，一样的啊。这个 Y 电极感觉通不过，虽然转了，但是通不过的，通不过的。再来，它没有反转，正转了，但是没有反转啊。这个电极是坏的，我们所以的话，这个电极也只能换一个了啊。这种是受到物理损伤的，没办法，只能换掉。又去拿个电极来，好浪费时间了。来了。好，再拿一个我们好的 Y 电极测一下，测试好再装上去啊。
正转，然后再反转，这样才对啊！啊，这样才是对的。再来一遍，正转、反转 ，OK， 这样才是检测通过。所以刚刚那个歪电机明显是有问题。然后就是它这条线的话还要再看一下啊，稍等一下，用它的线测一下我这个电机，看一下什么效果。哎，怎么感觉又闷又热？没有啊，我感觉很凉爽。你穿多了，大哥，你穿这么多。不多呀，都只是个打底。夏天没有打底这一说。再试一下。OK， 没问题啊，就是电机本身坏了，换掉。好，我们给它装回去啊。之前的视频有说过，装回去的话呢，就是从下往上装啊；拆的话就是相反，从上往下拆。少了个螺丝嘞，靠背的。还有一个办法是能开完吗？他说。可以。操他大爷的，螺丝不见了。哎，我再去找2个螺丝来。这么早谁找的？螺丝又不见了。
把线穿进去。张老师，到时候才可不可以试？穿完之后去水晶换，然后把你买给我。这个算盘轴子帮我连上了。多挣点员工福利。员工福利，需要员工福利的人在排队。OK， 把支架往回装。它这边有个装饰盖不见了，到时候再给它补上去就行了。
盖子。这个相机框在装上去之前，先给它做个清洁啊。稍等我。这个。这里有个轴承，再给它上回去啊，这个一定不能漏啊，轴承。限位盖。盖上这个上盖。OK 啊，再装上去试一下效果。
控制有预设吗？有啊。嗯。你要干嘛？拍视频。跟小叔。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飞机撞到树上之后，然后无人机从船上醒来的这个？看过。你想模仿别人啊？可以啊，你模仿一下呗。再翻拍一次。要超越他。好。做了个噩梦。是不是？对呀，做噩梦。再试一下效果啊。哎，外电机云台动了一下啊。OK， 这一下就是有力的啦，这一下云台就是有力的啊。但是呢，歪头了，正常的，因为这个云台里面标定参数跟它的原来的云台不一样，待会儿还要连接电脑去标定消错啊。主要是看一下还会不会报云台的错啊，看一下能不能控制云台俯仰。可以看到啊，已经没有任何报错了。接下来就是要把所有的外观问题给处理好，就没问题了。控制一下云台俯仰啊，也没问题。OK， 关机。好，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把它所有外观有问题的地方都处理一下。这下 GB 吗？把 GB 跳过了吧？把 GB 跳过了吧？跳过是不是？也行，我就说换一条 B 嘛。可以吧？好，这个我接受，好吧？你说跳过就跳过，我也嫌它长。太臭了，又臭又长。先关机，先关掉，我直接来换 GB， 换好了你再开机再录。你不说一下？说了吗？说了呀，我说接下来把外观有问题的地方处理一下。说了呀。
OK， 停止，停止。好，可以了，就拍这个，就拍几下清理的就行了，停止。还没装好啊？不用啊。哎，好，可以了，不用拍了。可以不用拍了，不用拍了。哎，花了一点时间，全部搞定。大家欣赏一下啊，现在成了女生一手自用机器啊。说它是女生一手自用，没有任何毛病。大家请看一下，非常的完美啊。开机。看一下啊，现在是没有任何报错的哈。我打个奖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奖，打奖，起飞，没有任何问题。都报错出来了。然后呢，然后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刚刚我说花了一点点时间，这个亿是1亿2亿的亿啊，换了很多东西啊，换了一个机臂加动力电机，换了上壳，换了里面的散热板，换了风扇，换了一个 Y 电机，换了减震板，换了 GPS 组件，全部都换掉了，就是有变形的，除了核心板是修的啊，其他外观有损的基本上都换掉了。可以了。好。3、2，终于搞定了啊！其实是呢，修这台机器呢，不单只是配件成本啊，时间成本其实也挺高的。前后后算起来啊，修它的时间差不多花了一整天。如果说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来算啊，这台机器差不多都要花个2、3天来修了。因为每天你不可能说一天只修这一台机嘛，你还修别的机器，是吧？这样子算下来，用在它身上的时间就差不多花了2、3天。这种情况大家觉得收多少钱合适呢？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三连，感谢。嗨，兄弟们呢，拍这个视频结尾呢，已经是又过去1天了。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最后打奖是没有问题，是没有报错。但是呢，我把这个飞机拿到外面去给客户试飞测试的时候，它又出问题了。出的什么问题呢？报了一个后视觉错误。
但是很奇怪，只要我一停讲，它这个报错就消失了。但是它这个报错呢，也不是说一直都有，有时候我测试个10几分钟、20分钟它都没有问题，有时候可能一开机就有。当时我心想嘛，可能是排线呢哪里接触不良，于是呢我又把它拆了，全部装一遍，问题还是一样。然后没办法，我就逐个的去排除。先肯定是怀疑鱼眼本身呢，后视觉，既然报的是后视觉，那肯定是跟后视觉有关系。于是呢，我把那个后视觉一个一个的拆开去看，说实话，那个外观没有看出任何问题。然后呢，它没问题的时候啊，我也试过看它的倒车影像，倒车影像的画面全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并且这个鱼眼本身外观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这个鱼眼本身的问题我就基本上把它排除掉了。排除掉之后呢，那就只剩下核心板，那问题又回到了核心板。这核心板嘛，一研究又是一天啊，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打对地组织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它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了。像这种暗病非常的搞心态。然后最后说实话，我都搞到想退机了啊！我在心想，大不了不修了，退机保平安总可以吧？后来想想，这已经搞了2、3天了，就还差一点点不搞好，真的是很亏啊！这非常的亏啊！时间精力都投入进去了，然后呢，反复研究啊，最后终于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后的结果。这里不用录都行嘛？我要麦克风吗？接麦。OK。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点位图这里啊。后视觉的这个呢是一个后视觉的排线座子，然后一开始呢我都怀疑过是智库数据的问题，智库数据呢我也重新写过啊，也是一样的问题。然后呢也怀疑这个排线座子本身有问题，因为毕竟这个核心板有变形，并且这个角这里有断，所以我怀疑它可能殃及到了这个座子啊，可能也内部坏掉了。然后我把这个座子也换了一个，还是有问题。测量组织呢又正常，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位置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些引角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引角啊，数过去1、2、3、4，第4角，也就是这一角。这一角你测量它的对地组织的时候啊，它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好像我用手啊把那个板子压一压再去量，哎，组织又有了。但有时候你装上飞机，在飞机上面一量，哎，它又没了。然后呢，外观来看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看不出任何有掉元件呐，或者是有断裂的痕迹，也看不出来。于是最后啊，我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啊，我就赌它是这个板层底下可能有轻微的断裂，导致这一路这个线路就断开了，导致它有时候连上，有时候没有连上。所以我直接从这个位置飞一条线啊，从这个角位飞一条线飞到这个位置来，飞完之后，然后再去反复测试，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稳的一匹，没有任何问题。我有飞完线之后的实物图啊，但是我稍微拍了一下啊，我没拍得很没有拍得很细，大家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反正点位图上面就是这样子的。好，可以了。讲一下吗？最后再讲一下。说实话呀，这个修到最后真的是非常的考验心态啊，到最后都想放弃了。就这种情况下啊，都还给它修好了啊，大家觉得收多少钱合适呢？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